你说你啊，好好的吃个饭，你把我带上楼来干什么？你不是要生孩子吗？我帮你生孩子啊！哎呀，你又耍流氓了！这大白天的，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你没听说过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总而言之，关于宴会的那件事情，真的要想想办法。你说我总不能不管人家怎么问，我都不回答，我也不能一直都这样扶着腰捂着肚子吧？你没听说过吗？一个谎言往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替它弥补。啊，这就像无理数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过程，你明白吗？哎呀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撒谎。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说，要是你爹知道我骗了他，那对我的印象就会特别的不好，到时候就会把我变成那个你说的那个什么穷分富分来着？富分。对，富有的富分。反正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错误，我们现在想的不是道歉，而是想怎么弥补这个错误。弥补？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你干什么？造人呢？我这叫降低风险。钱仲贤，你来真的？喂，你快放我下来啊，钱仲贤！喂，亲家，你好，你好。现在咱们的宝贝儿碧君呢，有了身孕了。我呢，打算举办一个晚宴来庆祝一下，到时候你老人家可必须要到啊。你说？哦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这是当然的啊。到时候等晚宴呐结束以后，我们就一块儿把这个耳环拿出来聚在一起啊。你放心，你放心。什么？这个好说，没问题，这个好说啊。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一下啊，没问题啊。就这样了，我先挂了啊，你一定要来啊。再见了。这是老狐狸，居然想一个人保管珍珠耳环。不行，要保管就一起保管。来，在这儿啊！好，拿过来。对啊，你这速度可真够快的呀！什么时候我媳妇儿要是能有嫂子这速度，我也把她捧在手里当快宝。可你说她怎么就怀不上呢？行了，你好好干啊，一定行的啊，放心吧。你肯定是有什么秘诀，教教我，教教我。我爹都快唠叨死我了。哎呀，有什么秘诀啊？顺其自然就好了，还不快去忙？瞧你激动的。交给我吧。哎，快点啊！这边请，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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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请，这边请，里边请。好，请，谢谢。您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您请。鬼爷，你也看见了，营氏欺人太甚，他们烧了我们的货，打伤我们那么多兄弟，我们就这么坐以待毙吗？人在江湖就得礼尚往来。大帮，让兄弟们都打起精神，离咱们撒欢的日子不远了。是，鬼爷。各位来宾，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爹所举办的宴会。首先要感谢我爹。我今天就一个希望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好喝好。好。好了，来，现在请我爹上来讲两句话吧。来，好，说两句吧，请前来要讲话。我爹要讲话了。大家好，小朋友好，今天非常开心，也非常荣幸，
大家能够给钱某一个天大的面子啊！对呀，其实啊，今天我邀请大家来欢聚一堂是有目的的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钱家终于有后了！钱家有后了，人丁兴旺啊！谢谢谢谢。待会儿进去，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？我是医生，就应该说真话。林碧君啊，本来就没有怀孕。好，那咱们进去吧。好。里边请。大家别客气啊。哎，吃。请大家等一等，我有话要说。这人谁呀？这位先生，你是谁呀？钱老爷，我是名医生，我今天来是因为受不了内心的谴责，我要揭露一桩丑恶的骗局。丑恶的骗局？这位先生，你看我这边这么多人，要不我们私下谈吧？是啊。林小姐，你还认不认识我？我不认识你。上次是我给你检查的身体，你给我塞了钱，然后还让2个拿斧头的人逼我说你怀孕了。你说竟然有这样的事儿？这样的事儿啊？这怎么骗人呢？是真的假的？太不像话了！你是哪来的野医生？别在这胡说八道了。对呀，说话可香。这位小姐，我不是什么野医生，我是仁济医院妇产科的孙医师，我对自己说的话负责。我想请教林小姐，您敢不敢承认呢？这位先生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希望你以零的方式，圆润的离开。哪来的神经病？滚！对，出去！胡说八道什么呀？碧君，爹，没你事。我来问你，刚才那个医生说的话，是不是真的？他说的。爹，原来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到底有什么居心？钱老爷，爹，你看这里这么多人，要不我们回头再说吧。我快被你们搞疯了！爹，请进。你这搞什么名堂啊？啊，带着点心上警局，你这不是让人笑话吗？董副局长，我是上海市的市民，找您当然是来解决问题的，谁敢说什么？什么事情？说吧。我想请您帮个忙，帮我从市政府那里拿火车站货运20%经营权。鬼气呀，你的野心不小啊！你知道这20%是多少钱吗？我向您保证，
我所要的这20%的经营权，会给您和各位股东带来120%的效益，而且这120%的效益，您占1半。哎呀，这个事情，我得和几位股东好好商量一下。董副局长，您要是答应我这件事，所有上上下下需要打点的地方，都由我出钱处理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董副局长，您就别考虑了吧。您应该相信我鬼气的为人。再说，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。打电话吧。各位，我爹，他真的是求存心切。我和碧君实在没办法，才出此下策。我们只是希望他老人家可以高兴2天。像我们年轻人这样年轻力壮的，想要个孩子，不是迟早的事情吗？我们只想要搪塞一下，但却没想到会发生刚才的事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碧君是我的爱人，是我一生的伴侣。我不管她有没有孩子，这件事永远不会变。各位，吃饭吧。怀孕是假的，请大家赴宴是真的。吃饭。好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好，是呀，一定小心的，是吗？对呀，小心各位。好，记着计划，大家继续。哇！好，那就给这天会20%的股份。你放心，我既然能牵这个线，鬼气保证没有问题。好。董副局长，那我就先谢谢您了。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您放心，我走了。爹，钱仲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，您不都已经听到了吗？就是因为您抱孙心切嘛。然后我跟碧君2个人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撒了这个谎来骗您。本来是想安抚您的，等我们有了孩子之后，再跟您解释的。哼，都是屁话！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会相信你吗？哎呀，爹，你就等着抱孙子不就好了吗？你问这么多干嘛呀？我走了。哎，你，臭小子，连说你一句也不行啊！哎呀，我在家里也不省心，倒不如去文香阁呢。哎。看一看啊！没卖了，没卖了！钱仲杰，你是着了魔了还是怎么着啊？林碧君这么骗你，你居然还替她说话！不行，我一定要从林碧君手里把你夺回来。
仲杰，你能接受林碧君骗你，可你哥哥能吗？鬼爷，什么事？董琪琪说找您有事，在外面。董琪琪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哟，贾老爷，您来了。梦蝶呢？梦蝶啊，我小前几天跟一个大商人走了。是吗？要不倾城伺候您吧？啊，不用了，我去合欢阁坐一坐，静一下就行了。好，咱们上楼啊，慢慢聊啊，喝点茶，好不好？所以董大小姐是来跟我联盟的。是的。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想杀了林碧君？如果我说林碧君抢走了我心爱的男人，行不行？我知道了，你喜欢我弟弟，可我弟弟却喜欢林碧君，所以你有夺爱之恨是吗？其实我也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恨他，因为他的母亲刘怀瑾，害得你娘在去世的时候还等着你爹，可是你爹却在另一个女人的身边。你不但恨他，还恨你爹，因为你爹在你娘病重的时候抛下自己的妻儿不管，去管一个跟他无关的女人。那个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们慢慢想想办法，总是能报仇的。这个林碧君，要不是仲杰护着他，我早就报仇了。堂堂的男子汉，不要总找什么理由。如果我有办法让林碧君和仲杰离婚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不用顾及仲杰就报仇了呢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当年你父母跟刘怀瑾的事儿。你爹在你娘病重的时候还去找刘怀瑾，这说明刘怀瑾更重要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也许林碧君也是你爹跟刘怀瑾的女儿呢？不可能！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爹怎么可能同意仲杰跟林碧君的婚事呢？也许刘怀瑾并没有告诉你爹，又或者刘怀瑾自己也不知道林碧君是谁的女儿。不过只要你爹跟刘怀瑾好过，就有这个可能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是捏造？是。我们只是需要林碧君跟钱仲杰离婚，不是吗？可是，仲杰那边……我知道，这样做也许会伤害了仲杰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难道你愿意看着林碧君跟仲杰在一起生活吗？这件事情我得先想想。好，那等你想好了，告诉我一声。老钱啊，我就知道你在闻香阁躲着清静呢。你来干嘛？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，别生气了，你还真跟孩子们计较啊？孩子的事你太着急，孙子总会有的。就算没有，都不应该骗我。哎呀，算了，仲姐说的对呀。是你自己想抱孙子，想得太心切了嘛。老林呐，你别再把事情推到我儿子身上去了，啊！我还不算太老，没糊涂。今天啊，我看仲杰的样子，就已经知道他是在帮碧君顶缸的。
还以为我看不出来。孩子们的事暂且不提了，那说说我们的约定吧。什么约定啊？还有什么好约定的？啊？总之呢，碧君不把孩子生出来，我不会履行约定的。哎，老钱，你这话可就不对了。今天碧君撒谎，是因为你抱孙子心切。再说了，我们当初的约定可是孩子们一结婚，就把耳环集在一起配成对儿，破解你们的秘密。你拖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不是要反悔吧？哎，你放心，我钱正良不是反悔的人。但是我怕我现在把珍珠耳环拿出来，人财两空。喂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一天碧君不把孩子生下来，我是绝对不会把珍珠耳环交出来的。就这样。你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小姐，二小姐假怀孕的事情被钱正良知道了。什么？现在他非说要等孩子出生才拿出耳环，二小姐恐怕目前没有什么办法了。那胭脂怎么样？钱仲杰怎么说？他过得很好，而且姑爷说不管怎么样都要跟二小姐在一起。那我还算放心。我想，钱正良有可能已经察觉了。所以这2天我们先暂停几天吧。你照顾好胭脂。好的，小姐，我知道了。钱仲杰，今天晚上我们俩一人一个被窝，说好了，晚上你的手可不许过界哦。好。睡觉。钱仲杰，我刚和你说完，你不许过界。可是我的手没过界啊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的身体现在也过界了。可是我的手还是没过界啊。你终于被我抓到个现行，你的手终于过界了。可是我的左手还没过界啊。喂，你干什么？现在我们在一个被窝里了。必须尽快找钱正良问清楚。哦，钟伟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钱正良，我看你日子过得挺快活嘛。钟伟啊，太好了，你能回来太好了，赶紧跟老爸回家里去。我们父子俩好好商榷一下啊！钟伟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怪我，但是那些事都是当年的事。别给我提当年！钱正良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问你一件事情：当年你和刘怀瑾那个贱货，究竟有没有发生什么关系？钟伟。你这是什么话？
毕竟我和怀瑾都是你的长辈，更何况他已经人不在了。你说话应该尊重一下死者。那我应该怎么叫他？叫他刘阿姨、钱太太，还是你希望我叫他二娘？钱正良，你别忘了，刘怀瑾是害得我母亲死不瞑目的凶手，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他死了又怎么样？死了就能偿还欠下我母亲的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恨不得鞭尸解恨。你还让我对他好一点，我没你那么虚伪。钱正良，刘怀瑾那个贱货就对你那么重要吗？为了他，你可以不顾自己病重的妻子；为了他，你可以打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，而你却不准我说他半句坏话。你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啊？啊！钟伟，钟伟，对不起你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钟伟，钟伟，刚才你那曲儿，钟伟，真的，爹不是有心打你的，钟伟，钟伟。你听我解释啊，钟伟！闪下！姜老爷，姜老爷，你醒醒！姜老爷，快醒醒！快醒醒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姜老爷，快来人呐！姜老爷，快醒醒！老爷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刚才我看见鬼气跟钱正良在文香阁见面了。哎呀，他们二人大吵了一架，钱正良气昏过去了。您说他们会不会是在说耳环的事儿啊？有可能。如果鬼气也知道了耳环的事，那就难办了。你再去查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仲杰，你怎么了？跑什么呀？琪琪，我爹病了，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啊。钱伯伯病了。哎，仲杰，哎，琪琪，你这身体还没恢复好呢，你说你跟着乱跑什么呀？啊，爹爹，钱伯伯病了，我要去看看他。哎呀，你搞什么名堂啊，琪琪！现在钱仲杰所有的精力都在他爹身上呢，你说你跟着添什么乱呢？哎呀，好了，女儿啊。你还是等着他来找你吧，啊！好。那爹爹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去吧。许仙，爹最近怎么样？有没有想我啊？回小姐的话，老爷最近挺好的。想你的话呢，他也没说过。您跟姑爷的感情怎么样啊？也挺好的。有的时候吵吵闹闹，其实也很开心的。水仙不懂这些事，也没什么经历。不过在我心里，你跟姑爷才是最配的。我和他最配。除了我们俩，还有谁啊？呸！小姐，你看我又说错话了。没事的，水仙，我把你当妹妹一样的看待。你今天能来看我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走，我们快走吧。大夫，您歇会儿吧。没事没事。谢谢你啊。我爹怎么样了？少爷，你别着急，老爷没事的。说呀，我爹怎么样了？医生，没什么大碍，病人早有脑溢血前兆，如今肯定是受了刺激才会这样的。现在老爷需要休息。现在他会醒吗？会醒，但是醒过来很可能会谁都不认识。你们家属啊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哎。
爹，爹，你醒醒啊，爹！爹，你怎么样了？爹！爹，爹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梦瑶，你来看我了，想你，想你。爹，爹，我是仲杰，爹，爹，我是仲杰，你儿子，你不认识我了，爹。仲杰，对，我记得，买豆腐啊，仲杰，买豆腐。少爷，一晴，我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医生不是说我爹只是精神上受到刺激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是闻香阁的人把老爷送回来的。他们说老爷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梦瑶，梦瑶，梦瑶，爹。梦瑶，雪欣啊，你把糕点放在茶几上就好了。好啊。少奶奶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绿萝？老爷疯了！你说什么？爹疯了？怎么回事？在哪儿？在房间呢，少爷也在房间。知道了。董琪琪，是你把我约到酒吧的，你害怕什么？我只是不希望让别人看到咱俩在一起，免得传出闲话。那就有话快说。好，我想问你，你爹生病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就算钱正良病了，自然还有钱仲杰和林碧君照顾呢。哼，你不觉得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吗？什么机会？就这招？哼！除非他林碧君是傻子，否则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相信你说的话。哼！你等着，我自有妙计。哼！来，吃药了，来，吃一口好吗？我没病，你卖豆腐的呀？你买豆腐？仲杰、仲伟最喜欢吃豆腐了。你就吃一口吧，你吃完这口，我就去给你拿豆腐，啊？豆腐，仲杰，蛮好吃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买豆腐。爹他好点了吗？他现在一会儿疯一会儿好的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。辛苦你了。没事的，吉人自有天相。来，给我，一会儿我帮你喂啊。我还要再回趟警局。都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去警局啊？就是因为爹的病，我才赶回来的。白天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好玩。好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
少奶奶，啊，绿萝，怎么了？刚刚董小姐派人来送信，约您明天见面。董琪琪，她找我干什么？迈步喽！董琪琪，我跟仲杰都已经结婚了，难道你还不打算放手吗？林碧君，我是特意来祝福你的。祝福？那谢谢了。既然我已经收到了你的祝福，那想必我可以告辞了吧？你等等，我有东西要交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亲爱的郑良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保护和照顾。只是我们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林旭尧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的。永远爱你的姐。你知道鬼妻为什么要杀你吗？因为你是钱伯伯当年风流之后有了的，而且钱伯母就是因为你娘生了你而死。而鬼妻仲杰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兄弟。够了，董琪琪，你竟然可以！你为了拆散我和仲杰，真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你竟然可以这样诋毁我和仲杰！我诋毁？这可是有人匿名送到报社，我费尽心思才压下来的。要不是为了仲杰，我早就把他曝光了。林碧君，你最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仲杰，说是我告诉你的，要不然我就把整件事情都捅出来。哼！小姐，水仙，这张纸条记着要交给胭脂。好的，小姐。我做这么多，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爹娘，更是为了胭脂以后的幸福。真的很希望她能明白我的用心良苦。小姐，你这么做是为了他，他肯定会明白的。二小姐这人心善。对了，小姐，昨天我和二小姐回钱家的时候，发现钱老爷疯了。疯了？为什么？是真疯还是假疯？小姐，你该不会怀疑钱老爷是在装疯吧？因为前一段时间，我调查娘的事情，查到当年的梅庄镇，我们刘家和钱家都是镇上的大户，同时遭到灭门之后，我爹死了，我跟妹妹分离，只剩下娘把我带大。可是钱正良一家却安然无恙，我就觉得这事非常的蹊跷。水仙，你回去之后一定要仔细的观察，看看钱正良到底是不是真疯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小姐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和钱仲杰怎么可能是亲兄妹呢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火车站和全场的生意降了这么多，整个上海滩只有咱们帮派做运输生意，收入怎么会只有这么点？少爷，鬼妻的遮天会在火车站参了一股，是谁允许的？除了董高升那个老狐狸，还会有谁？遮天会拿了10万大洋，
买到了火车站经营权的一席之地，而且我们没有检查货物的权利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有人往外运送大烟呢？那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给我备车，我要去会会那个姓董的。好。现在公公疯了，可是公公跟我娘到底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他真的是我亲爹？爹，怎么了？你是怀瑾，住我家。爹，你不是怀瑾，你是他女儿碧君。爹，你认识刘怀瑾吗？是，但是什么？我不告诉你。爹。